着街巷，柠檬搭配咖啡，默契却慌张。大雨滂沱的片刻，回忆重新被勾勒，你的眼眸像天空，蔚蓝清澈。时间铭刻，手心的温热，平静的风就像转了弯，交织璀璨光泽，让感动雕刻美好的轮廓。把你所有梦境都加在独家的角色，无论云端海底，只会奔向你，瞬息万变世界，想把你冲击。潮汐涌向岛屿，我坚定走向你，哪怕月落心意。生命镶嵌了幸福彩虹，上演最美的重逢。一大批货压在手里卖不出去，现金流也断了，银行贷款也没法还，更没有钱去拓展渠道，打开销路。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大概了解了。这对咱们厂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孙厂长，您要是还算相信我方不方便看一下咱们的财务报表啊？这件事情谁也怪不着。我知道不还贷款也不是长久之计，我只能拖一天算一天，所以我就抓紧进了这批原材料。我下个月有一个出口单子，这单做成了，多少也能给你们还一点。这要我说呀，他们每次来找您的时候，您真不至于都躲着不见。这有什么用啊？你们不外乎就是催我早点还款还利息，有这时间我还不如出去跑跑单子，谈成了也能给你们多还上一些，也能给我自己的工人多发一天工资。您说的，我觉得都对，但是有一点，您说错了。我们银行不是只会催你们还款，我们也想帮您去解决问题，度过这个难关。孙厂长，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试一下。我可以再给你们申请一笔贷款，但是这个资金必须要用在销售渠道的拓展上。这能不能成为一条出路？虽然咱们今天是第一次见，但我愿意相信你。在这种困境之下，还能把财务报表做得这么规规矩矩的人，其实不多见了。而且刚刚我也看到了，下这么大雨，您亲自带着这么多工人去救那些原材料，我相信您一定是对这个厂真正上心的。我也想拉你一把。启正，如果你真能给我们贷款，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了。我们厂只要现金流充裕，我们厂就可以滚动起来，我们就有活路了。感谢，孙厂长，谢谢。您先别着急感谢我，您先听我说。其实我们银行给你们贷款也不是做慈善。另外，您需要把这个核心车间作为抵押物，我们的利率也会有上浮。如果说这些条件您都能接受的话，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做。我接受，我接受。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在南安县处理的所有不良贷款记录，其中这食品加工厂已经全额还清了他们的第一笔贷款，剩下的3家企业也在陆续还款中。不错，你小子有2把刷子。您过奖了，我也只是在其位谋其职。其实这次呀，也是多亏了2位能够了解当地情况的客户经理的帮助。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其实我更希望咱们行里能够多关注像他们这样坚守在一线的员工，这些基层员工踏踏实实做事，其实也很不容易。他们是要关心，但是啊，行里更关注你。人在顺境里从容啊，是顺势而为；成功是借势而起。但是呢，在逆境里啊，就不一样了。南安县呢，不良贷款多，业务不好展开。这段日子你没有怨言，踏踏实实的做事情，而且啊，还把这个任何人都处理不了的陈年烂账都解决了。毫不夸张地说，做出的成绩啊，比起你在拓展一部时，有过之无不及。谢谢领导。你在分行的时候啊，你们行长一直夸你，那会儿啊，我还觉得他夸张。现在想想啊，他很有眼光。希望以后你到了更高的位置，还能够记住你刚才说的话，在其位，谋其职。一定不会辜负总行领导对我的信任。你怎么了？有个好消息，想要第一时间就告诉你，我调回京城了。真的？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快。这小半年你来回奔波，辛苦你了。这半年你也辛苦了，还好已经调回来了。那你调回来了以后，被调到哪个支行啦？吉安分行，行里的调令已经下来了，担任行长一职，明天去报道。那我以后是不是要叫你季行长？也不是不可以哦。真好，殊途同归，你得到你想要的啦，恭喜！是恭喜我们。对，恭喜我们。有没有打算要休个年假呀？是要休的呀。怎么，你打算最近休年假？我是想着，要是休年假的话，咱们可以一起；如果你要是休的话，咱们可以一块儿去度个假。最近可能不太行。静姐要休产假，生孩子之前她肯定要做出一点成绩来。她现在压力挺大的，我在这个时候抛弃她，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呀？说的也有道理啊。其实这事儿呢，就怪你，把拓展一部的标准定得太高了。我记得你几个月前就说要休年假，是有什么安排吗？没什么安排。你去了吉安分行，是不是事情变多了？现在也抽不出时间来啊。总之，你要是有这个计划的话，可以跟我说一声，咱们可以把时间对一对啊。我紧着你的时间来。好呀。我也就是在前台随便听了一嘴，好像总行也派人过来试岗了，但试了一圈之后呢，还是发现季yuheng比较全能，所以最后行长这个位置还是落到他头上了。老季能力肯定没得说，他能调回市区呢，不用每天那么折腾。小宁肯定也放心了呀。是的。哎，你刚才说是吉安分行？
刚好我最近在看附近的房子，过两天跟他好好咨询一下买房贷款的事儿。可以啊，那一片现在反正都归他管，他肯定能够告诉你怎样更划算。好好问一下。6号奶茶。哎，我们呢？真没想到你单位附近还有我爱喝的奶茶。还新开了一家美甲店呢。真假的？爸，妈，儿子啊，哎呀，跟过年比，你怎么瘦了呀？是不是工作太辛苦了？啊，对了，你爸退休已经办下来了，我们琢磨着呀，在这附近租个房子，好好陪陪你。我们也顺便在新城好好逛逛玩玩。哎，你说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这么多呀！唯一啊，我们也等了小半个钟头了，你看你爸爸什么时候能来啊？不好意思啊，叔叔，我爸他安排特别满，这会儿还在开会，今天恐怕是来不了了。没事，是我们来的太临时了。不是这样的，叔叔，你和阿姨能来，我和齐豫特别高兴。我爸他也特别不好意思，他在旗下的酒店给你们安排了家庭套房，这2天在新城，你们都可以住那儿，特别方便。不必了，我们自己啊订了地方。是。爸妈，我和唯一工作1天了，也没吃晚饭，你们一路也肯定饿了吧？要不先吃2口东西。服务员，上下菜。其实不用点那么多，我们普通人家平时吃个家常菜什么就行了。哎呀，平时赚钱也不容易，点这么一大桌，这钱不就哗哗哗的出去了吗？阿姨，您千万别客气，这家店在新城都是数1数2的，您和叔叔难得来一次，当然得吃点好的了。叔叔，听齐豫说您爱吃海鲜，这个帝王蟹特别新鲜，也很有名，是北欧进口的。叔叔，您尝尝。爸，唯一家是做什么生意的？好像是那个地产和投资，怎么了爸？你今天说他工作的那个大厦是他们家的，听他的意思，酒店也是。是。丢人！哎呀，你把我老齐的脸都丢尽了，知不知道？你好好说啊！不，我不动他就是好的了。我问你啊，我们家和唯一家般配吗？啊，合适吗？你知不知道你们这叫什么？这叫入赘。说难听一点，叫吃绝户。哎，
你瞎说八道什么呢？我瞎说八道，哪天你儿子真娶了她，把行李往人家一搬，上他家一住，你身边那些亲戚朋友比我说的要难听多了的，还我胡说八道。爸，我和林薇在一起就是因为互相喜欢，我们是正经恋爱，别人愿意怎么说怎么说呗。正经恋爱，人家爸爸吃饭都不露面，你还正经恋爱？他们全家看起你了吗？啊！再说了，一顿饭吃几千块钱，你们这是正经过日子吗？啊，是正经过日子吗？好了好了，秦玉啊，其实我和你爸呢也没有不喜欢唯一，今天第一次见面啊，我们也能感受到他的真心和重视，但是咱们家跟他们家这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以后你们在一起迟早也得……行了，别说那么多了，赶快分手，听见没有？爸，我们也有认真攒钱，就是想以后好好过日子。还有今天这顿饭，还不是因为你们第一次来，想让你们吃好一点，高兴一点，有错吗？我俩的事能不能别管了？我求你们别操心了，行不行？你，哎，好了好了，哎呀，你干什么呀你？你看你生的好儿子，你消消气，消消气，好好跟他说啊，好好跟他说。到，方正早，哎，到，黄长早，方正早，黄长早，忙着呢。哎，领导，早。来吧，郑总，参观一下。哇，比之前的办公室大了一圈儿，到底是分行行长啊！呀，身份是不一样的。哈哈，来，是坐上了这个位置，但是要想坐稳了，还得看之后的成果。哎，你这话说的，你都把我挖过来了。咱们兄弟俩在一块儿并肩作战，一定所向披靡。这位置啊，既然你已经坐上了，我就给你扶住椅子，让你坐得稳稳当当的。你能来，我很放心。不过吉安分行的情况你应该也很清楚，营销板块依旧是之后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得和全城老牌银行去竞争客户，包括戴瑞的其他分行。所以未来这1个月，我希望在挖掘小体量客户的同时，我们能够谈到1到2组5000万体量以上的大客户，那时候才是真正站稳脚跟。没问题。我昨晚彻夜研究了一下，我发现有家客户。静姐，我刚听说你吐了。没事儿。哎，我的天，这一天给我折磨的够呛了。你怎么样？项目顺利吗？哦，我跟你说正事儿呢呀。我最近接触了一个100年老字号的民营企业，现在总裁的接力棒传到了刚从国外回来的孙子辈手上。是你之前说的那个小副总吗？对，就是这个小副总。现在呢，公司在他手上，他想做大做强，就非常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如果我们能跟他达成合作协议的话，静姐，那这个经理的位置就坐稳了。哪家公司啊？优品茶叶。这个体量的公司，咱们同行估计没有不想要的吧？我感觉整个新城银行的同行们都在摩拳擦掌啊。其他银行肯定也不想错过这么优质的客户，咱们得先下手为强啊。在客户接触阶段，没有拿下来客户之前，在外面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相信你心里应该很清楚。这是一场竞争激烈的信息战，所以我们的行动还有我们的方案一定要精准保密，越是核心的材料，不要低抛泄露。谁不行？谁都不行。这吉安分行不仅是你的立身之战，也是我的。别说外面了，就算回了家，我也保证1个字不会透露的。
花香还有回甘，不错。蜜香铃兰，怪不得卖的这么好。你干嘛？里面藏着什么东西啊？你给别的女生写的情书？当然不是，除了你的情书，我不会收别人的。季先生，咱们俩刚刚不在同一个部门，你就这么提防我呀？以前可不这样，你这样我会伤心的。说吧，业绩还差多少？要是缺客户的话，我那儿有多的可以分给你。那我要最大的。你跟饶静现在胃口不小啊。要都要了，还不要最大的？喝点什么呀？美容养颜，女人的事儿男人少管。周会计，这个是我们陈副行长，是我们省行专门负责大中型企业贷审批的领导。昨天听说咱们优品要做贷款，今天推掉了好多重要的客户，说今天必须来参观一下优品。哎呀，感谢行长啊！同时呢，也谢谢饶总。哎呀，知道咱们优品的总部落户到吉安，我这还是第一次来呀。这有品质、有实力的企业，我们区政府一定会竭尽所能，大力扶持。那真是太感谢领导了。我们小副总啊，想着做企业革新，这块少不了您的大力支持。哎，好，那我这就过去。哎，啊，那这样，周会计，我们来之前呢，跟财务联系了一下，我跟小图呢想过去看一下财报的情况，所以就麻烦您带我们陈副行长先过去，行，好吧？行，那行好的，那陈副行长您先上去，好，咱们一会儿见啊。好。我们戴瑞一直都秉持着和企业共同成长、共同进步的一个原则，跟优品的合作一定会是最优的。好，太感谢了。那我带您到那边参观一下。好。姐，你都不知道，我们家那位自从不跟我并肩作战了以后，天天换着花样的在我这刺探军情。是吗？早知道我就换个职业选老公了。哎呀，我跟你讲，你现在换职业呀，应该是来不及了。但是换老公呢，我觉得还来得及。那我不太愿意。我跟你讲啊，我们家那一位就不一样了，那个嘴根本就把不住门。你知道他昨天晚上做梦跟我聊什么吗？他梦里边跟我聊猪饲料。啊？我问他，我说，你这什么猪饲料啊？他在梦里边就跟我对话说，哎呀，我最近刚服务完一个猪饲料的客户，然后还把他们银行现在做的贴现、保理、个人经营贷，就咱们银行做的那一套东西，事无巨细的全都告诉我，在梦里边还要拉我合伙一起干。啊，还是小赵哥好，季先生不大行。好什么好，一点心机没有。哎，我刚刚忘了跟你说了，我刚刚过来的时候发现，他们这边是做茶叶的，但是有很多好像从国外买回来一些咖啡杯具，还有咖啡豆。我在想，他们以后是不是想做咖啡饮啊？其实呢，我刚才问了周会计同样的问题，他跟我说，只是因为他的领导单纯的喜欢喝咖啡，所以呢，就从世界各地收了很多关于咖啡的器具。我以为是他要做咖啡饮呢，是不是又需要贷款？看刚才那些新设备，大概是有新产品要上市了。厉害呀！我们之前摸到的消息和你打听到的几乎没有出入哎。怎么，现在连领导都不喊了？领导，这小副总确实可以啊，刚来就增加生产线，扩大经营。哎，我想他之后可能贷款的需求和体量应该不会小。这可跟你那猪饲料不一样啊！以后做梦的时候，别说梦话啊！你懂啥呀？我那是混淆视听，虚。你们海归是不是都离经叛道的呀？家里做什么，自己就偏不做什么。哦，听起来，你今天跑的客户也是由海外回来的。我跟你聊人生，你跟我聊客户，真的是。也是，什么意思啊？你今天的客户是个海归呀？
年轻，有魄力，而且在于企业经营和发展上很有自己的想法。看来是接手了家族产业，规模多大？产业这么大吗？一个字都不想透露。EP01年，商业机密。小这个。哎呀，那个小副总爱好挺广啊，一个茶二代，竟然这么喜欢喝咖啡。来，姐，你注意没有？他办公室那个架子上面有好多各种品牌的快消品介绍。我看到了，我看到那桌子上还放了2本快消咖啡发家传记呢。那你说小副总接下来他的发展方向是不是像咖啡一样的快消茶饮？如果他们的企业要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那他们应该给咱们的银行的贷款企划书里写的更清楚一些，但是并没有。而且昨天咱们去的时候，周会计也没提这事儿。好像是他们家有些内部矛盾，有可能因为这些内部矛盾不方便。我说，如果是按照咱们俩设想的这样，那他们贷款的数目应该不止这些，要更高。来，你也看看。我让小周查了一下，他们最新的生产线上的机器啊，是快捷茶饮品牌。看来他们要做的是快消饮品啊。那就对上了。我昨儿给他们副总打了个电话，他们打算做一些门店，我估计也是想做成奶茶店那样，就是针对年轻人的那种连锁快消茶品牌。那你预估一下，他们大概贷款的体量会是多少？5000万。看他们的投资计划书还有评估报告，1个亿左右。累了吧？怎么在这儿啊？等你啊。一起散散步。走。怎么样？工作一天累不累啊？还行吧。我看季行长有点疲惫的样子，怎么了？跟客户谈得不太顺利？根据客户期待的融资成本，我们做了很多套方案，但利率一直都下不来。你们分行现在利率最低能到多少？我们，我们啊，季行长，你现在越来越过分了，又是路灯下等人，又是叹气卖惨的，还跟我这儿玩美男计，你这是以私谋公。那你说，你中不中招？反正这个客户也谈得差不多了，跟你说了也没关系。5年利率4.8。5年利率4.8。抵押物市场房，还有法人的一套不动产。那最后放款多少？1个亿。不，7、8千万吧。7、8千万啊？7、8千万。那怎么听起来像是一个亿万体量的大客户啊？我刚才说顺嘴了。厂房是抵押物，还要加一套不动产，客户能接受啊？利率这么低，你们自己能接受？不说话。反正在你嘴里也掏不出来实话。我先回去了啊，加班去。哎，这就走了？美男计不使了？工作忙成这样，还互相防着，我看他是不想跟我求婚。
你不至于吧？还贴了个防偷窥膜。特殊时期，特殊手段。这么防着？哎呀，弄洒了呀！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还真撞一起了。哎，看出什么新的了吗？什么意思呀？我看出什么了？我什么都没看见。你捂得这么严实，我能看见什么呀？我也可以很不掩饰。走。你干嘛？姐夫离开管理层之后，财务人员走了多少？之前的老人一个不剩。副总，你要做快消品这个思路呢，确实是不错，但是需要充裕的资金支持。财务团队在这个时候离开，很明显就是故意为难你。贷款的事谈得怎么样？这几天呢，我们收到很多银行的方案，一些重要的领导你也都亲自接触过。综合看下来，我和周会计觉得有2家银行还不错。是的，一个呢，他们提出了信用证的思路，性价比更高；另外一个呢，是贷款的周期更长，而且呢，还款的节奏对我们来说更加的有利。哎。吉安，新城。来，就是这儿。准现房，虽然面积不大呢，但2个卧室都朝阳，你看。而且交通也方便，出门就可以上高架。还挺好的，买下来吧，到时候给你爸妈养老住。唯一，我是想我们2个以后住在这里，结了婚，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家了。结了婚当然住我那儿，市中心，离你我单位都近，干嘛舍近求远？可那不是你爸的房子吗？我想那不是我们。我的房子就是我们的房子，你到时候拎包入住就好啦。你看这儿，又小又挤的，住起来多不舒服呀！只要结婚以后有了孩子，住都住不下。是。喜玉，我们日常啊能省就省着点花，可是房子是每天都要住的，肯定还是得住的舒心最重要吧？唯一，要不然这样的，等房子买了以后，咱们先搬过来试试看。如果到时候住的实在不行，你不适应的话，咱们可以。我肯定不适应。我就是挺想不明白的，为什么你老是要在这件事情上这么固执啊？我们明明在一起很开心、很合拍啊，那我们现在异地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你有没有觉得恋爱反而谈得越来越沉重了呀？说白了，这个事其实很简单，就是我有房子，明明我们可以把生活过得更好。因为那不是我的房子，也不是我能负担的生活，吃顿饭贵就贵了。我爸妈说咱们消费水平高，我就忍了，没事儿。那房子这事儿我还占你便宜，我成什么了？小白脸儿，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明白吗？你爸妈说你了？说我了？说我乱花钱是不是？没有，就是说咱们2家消费水平不一样，明白吗？那不就还是对我不满意呗？我真心实意请他们吃饭，我还破天荒的刷了信用卡，这反倒都成我的错了？其实我这段时间过的什么日子？我每天我有钱我不能还，我都快憋屈死了。唯一，我知道你委屈，我知道我现在条件可能没那么好，可能这个房子就是我的全部了，但我想努力，我想让咱们未来更好一点，明白吗？
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但其实不过就是在你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去计划着属于你自己的未来嘛。如果我要是想让和你有未来，我就得放着大房子我不能住，有钱我也不能花，不然我就会让你看不起你自己。说白了，你不就想让我按照你的标准生活吗？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啊？金宇，我觉得你太自私了点儿。我们以前明明那么好，我们一起看落日，他还带我去看鱼，我们看遍了世间最浪漫的事儿。为什么现在非要因为钱啊、房子啊这些东西的，每天苦哈哈的不开心呢？到底是为什么呀？好了好了，哎，别哭了，你在这儿丢不丢人啊？你知道我有多久没有吃这些东西了吗？我每天就想着攒钱怎么把日子过好，结果到头来呢，我爸不看好，他爸妈也反对，那我们还在一起个什么劲儿啊？你要难受吧，你哭也行，哭完了会不会心情好点儿？要不我给齐豫打个电话？不要，我现在不想看到他。我一想到他今天又跟我谈这些，我就烦。你知道他今天跟我说什么吗？他说如果住在我的房子里边，他就会心里很不舒服，看不起他自己。可是我呢，我就要去为了他的自尊，去降低我的生活水平。他根本就也没有为我考虑过，你说是不是？我说实话啊，他如果真的没有为你考虑，他不会回来。他买房子不也是为了想娶你吗？其实我觉得他也没有错，只不过……那我有错了？你也没有错，你没错。我就是觉得，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你想想，我根本就什么都不缺，我有大房子住，我也有花不完的钱，我为什么非要为了他我自力更生，我还苦哈哈的攒钱？我怎么着我都想不通这事儿。服务员，给我再上2瓶好酒，我要最贵的。哎，好了好了，你别自己喝了，我陪你喝。我现在就觉得，我为了他，我那么苛待我自己，我简直就是一个大傻子。从今往后，我一定要做回真正的我自己。你高兴就好。上一次分手，我以为我们的问题是异地，我回来了，以为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可是这一次，我发现啊，维持长远的爱情，光靠浪漫是不行的，你得考虑现实，是吧？你得有一个稳重体面的工作呀，你得有房，你得有车，有稳定基础。尤其是那个结婚。我本来挺高兴的，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这么焦虑，头疼。焦虑你懂吧？就是想把这些条件啊早点落实好，以后能踏踏实实过日子。可是唯一他不需要，他条件优秀，家里条件好，他不需要考虑一些现实问题，那些有的没的，什么省吃俭用啊，攒钱。都是为了配合我的节奏。可他为什么要为了我牺牲自己呢？成全我，到头来大家都不好，都不高兴，唯一不高兴，我爸妈不高兴，
唯一他爸对我也不满意。我每天努力工作上进，每天努力工作上进，图什么呢？你说我有错吗？啊？你刚刚说的这些，跟林文一有聊过吗？看见没有吧？我觉得你们需要的是沟通。这种事情不沟通，就永远找不到解决办法。解决？你告诉我怎么解决？没法解决。我也不可能一夜变得很有钱，也不能要求他向下。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啊，向下兼容，对吧？其实我觉得，父母有时候担忧啊，也不是没道理。他确实有道理。我们两个都没错。我们就是。来，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他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该不会是觉得生米煮成熟饭，就不用求婚了？开饭了。哦，找什么呢？笔记本，经常翻一翻，对自己有帮助。还得是小图，温故而知新嘛。很多事情时间长了，有经验了，也可以用小聪明糊弄过去。但是，这该走的程序跟必要的节点，是一个都不能少的。你说对吧，季行长？那是当然。怎么突然说这些啊？吃饭吧。吃饭吧。夜色吞没黄花，只剩影子静